在汉字中，老人是什么样子？来看几个与老人有关的汉字吧。长，像一个有长发的人，下面是人的身体，上面是长长的头发。长就是用这长发表示长度的长，可以是空间的长，也可以是时间的长，比如太长。繁体长字写法是横、竖、横横横、竖提、撇、捺。简体长字写法是撇、横、竖提、捺。长的古文字像一个长发老人，有时他拄着手杖，所以他也表示年纪大的受尊敬的人。这时他读作长，比如长者、长兄、长子。长又引申为领导者，比如家长、班长、校长。头发从短变长，人从小孩变成大人，这是一个生长的过程，所以长有生长、长大的意义。你知道对联吗？有个对联全用长和长写成：长长长长长长长，长长长长长长长。横批：长长长长。这是一个豆芽店的对联，这样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它了。老是一个老人，他拄着拐杖，头发很长。老是一个会意字，老的写法是横、竖、横、撇、撇、竖弯钩。老的本意是老人，中国古人说70岁就是老。老引申指过去的、长时间存在的人、事、物，比如老马、老歌、老房子。老的意义虚化，成为副词，意义是 always。比如老迟到、老喝咖啡。老的意义更加虚化，变成一个词缀，比如老鼠、老虎、老师、老板。这个词缀的老没有具体的意义，但是有一些感情色彩，因为老人见识多，有经验，有谋略，所以我们尊重老人。老作为词缀，含有这种尊重的感情色彩。考，在古文字中，考和老是同一个字，都是一个老人，用手持杖。考的写法是横、竖、横、撇、横、竖折折钩。在古汉语中，考的意义也是老，但是考是形声字，老是形旁，
考是声旁，考也就是那个手杖，考的发音就像手杖敲在地上的声音，敲敲敲，所以考字更强调拄手杖的动作。你想，老人持杖行走，如果他遇到不熟悉的道路，他会用手杖敲打地面，找到安全的道路。所以考有击打、研究、测试的意思，比如考考你、考试、考古。孝，孝与劳、考很像，一个小孩子来扶一个老人，是一个会意字。用心服侍父母，并且听从父母的话，这就是孝。中国人非常重视孝，孝的笔顺是横、竖、横、撇、横撇、弯钩、横。组词：孝子、孝女、孝心。